大家好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我亲手制作的智能宗师溪饲养箱。去年我的期末考试成绩主科全都拿了 A， 爸爸奖励我可以养一个宗师溪小宠物。宗师溪原本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沙漠地区，白天很热，晚上又比较凉。可它是冷血动物，不能自己调节体温，必须依靠环境温度来保持身体的健康。温度太低，它不爱动，不吃东西，消化不好，严重的可能生病；温度太高会脱水，可能就会中暑。所以我必须帮它制造一个沙漠环境，白天热，晚上凉，温度要稳定。这就是我设置这个智能系统的原因。这个智能饲养箱有5个核心功能：一、自动加热调节温度；二、定时补钙灯控制；三、实时温度监测；四、自动昼夜模式切换；五、手动居家和外出旅行模式切换。打开这个智能宠物饲养箱的箱顶，打开箱顶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统由夜灯、补钙灯和这个日灯这2个按钮、2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智能控制器组成。它们是怎么聪明的工作的呢？这些就是我设置的自动化控制逻辑，也就相当于是这个智能爬虫箱的大脑了。现在是白天居家模式，温度低于36度，所以这个日灯是亮着的，正在加热中。将这个温度传感器靠近日灯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传感器1的温度是在逐步上升的。温度大于37度了，日灯就会自动关闭，停止加热了。将这个加热后的温度传感器再放入凉水中降温。你看，这个日灯又会自动打开加热。这个计数器1，它的值现在是1，1代表宗师溪现在处于活动模式，0呢就代表它是休眠模式。到了晚上会自动切换到休眠模式，或者长按这个旅行模式切换按钮，也会切换到休眠模式。这样外出旅行半个月，宗师溪就能休眠半个月，很是省心。休眠模式会自动关闭日灯，夜灯根据温度数据自动控制开启或者关闭，实现温度保持在23度左右。这个补钙灯会自动在早上9点开，晚上7点关，有助于宗师溪自身维生素 D3 的合成和钙生长的需要。也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控制补钙灯的开关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系统的电路接线图。这里有一个插头，可以连接电源，给这些用电器供电。上面火线和零线连接一个总开关，火线和零线连接到一个智能控制器的供电口，给这个智能控制器供电。这个智能控制器呢，它有多个继电器开关，可以给这3个灯当做开关控制。一根火线连接到继电器1的公共端，又从长开端接到日灯；一根火线连到继电器2的公共端，从长开端接到钙灯；一段火线又接到了继电器3的公共端，从长开端连到夜灯。这3个灯的另一根线一起连到零线。日灯和夜灯分别要用温湿度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控制。这个按钮是用来调制居家、外出模式的切换。现在我们开始接线。插进去，然后你摁。OK， 接好了。OK。OK， 你好。这个。